大家好，我是大伟。脾胃不好的人别再揉肚子了，意义不大。我今天呢要给大家分享一套南怀瑾老师的绝活，他曾经公开出来的，叫做六燥坐。这个方法可以说是帮助了很多人。我把他的这个方法曾经也分享给很多的家人朋友们。很多人啊是常年脾胃不好的，有5年的、10年的，甚至还有20多年的。有的人呢是吃的东西进去啊，他酸啊、反啊、胀啊。有的人啊是因为弱了以后呢，他会感觉到2种极端，有的人是胖啊，有的人是特别的瘦。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常年脾胃不好，它进去的东西没有办法转化为能量，出来的呢，它有特别的不成形啊，比如说粘着马桶啊，出来成不了形。就这样呢，以后啊，它慢慢的这个整个身体的状态一步一步的在走下坡路，到后面整个人就感觉一个字叫做虚。所以呢，不论是哪种，他用了我给大家分享的这个方法以后啊，都竖大拇指说大伟啊，你真的是帮了我一个大忙。好了，咱们话也不多说，直接把这套方法分享给大家。其实南怀瑾分享的动作啊，一共分为2个步骤，我一个一个来给大家说。咱们如果看到这里的话，一定要记得把咱们的视频先收藏下来，并且给咱们的视频点上一个赞。咱们现在来开始讲方法。首先呢，咱们先来讲第一个步骤，叫做六燥坐。何为六燥坐？就是通过独特的体式，把我们脾胃当中一些不好的浊的浑浊的一些气体啊，给它排出去。这个动作呢，咱们建议大家饭后30分钟去做。那么怎么去做？非常简单，记住一个口诀，我们叫做右手环左肋，左手抱右肩，就这样把动作做好。然后整个人呢，把腿怎么样并拢？并拢了以后，从侧面看一下啊，你看从侧面看，腿并拢，整个人蜷曲下来，慢慢的蜷曲，头弯下来，那么这个动作就完成了。然后当我们已经保持好这个动作以后，持续2到3分钟就行了。很多人看到这里以后说，大伟，你这个动作太简单了，会不会没有什么用？你记住啊，咱们很多人之所以喜欢吃完饭以后揉也好，往下推也好，都是想通过外力把我们里面浊的一些不好的东西给它推出去，但是这个力量终归是有限的。那六燥坐呢，其实它的原理也是非常科学的。我们通过向内的一个弯折，那么这个时候压力会往内走，那么就像挤海绵的原理一样，逐渐的就开始把不好的东西给它怎么样？有的从上面出来了打嗝，有的从下面出来了放气。所以这个动作咱们只要饭后啊，慢慢的，你别勉强，就这么做就行了。但是在这里提醒大家一下，咱们很多朋友做的时候啊，手这么一弯，他怎么样？他这下不去，就感觉这个地方堵着一股气。那么在这个时候，其实你不用跟他去硬怼，我们头低下来，慢慢的就保持住，几个呼吸以后，他可能一下子就散掉了，整个人就蜷曲下来了。这样保持一会儿就行了，2到3分钟，这个就是六燥坐。有很多人用了一段时间以后啊，感觉很棒，自己都做成了自来水，就是把我的东西啊分享给其他的人。大家好，我是大伟。咱们有很多朋友吃完饭以后啊，都喜欢下楼走一走、散散步、动一动，因为感觉稍微动一动啊，咱们的整个脾胃这里啊会非常的舒服，肚子里面啊感觉比较轻松。但是呢，现在天气也越来越冷了啊，咱们呢出去散步呢也并不太方便。那在家里面有没有一些动作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消除这个肚子当中的一些积食呢？其实也是有的啊。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小动作，你每天饭后30分钟都可以去这样做5分钟。这个动作呢就叫做六燥坐啊。这个六燥坐呢其实也是比较有名的。一般来说呢，大家只要去做上一个5分钟，这个肚子里面啊就会咕噜咕噜的开始响了。我们话也不多说啊，直接把这么好的一个动作啊分享给大家。这个动作呢非常简单，大家记住一句口诀啊，叫做右手环左肋，左手呢抱右肩，然后双腿把它并拢。好，从侧面给大家演示啊。形成这样的姿势以后呢，我们慢慢的把腰弯下来啊，就这样。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大家是不是看起来特别简单？但是我告诉大家啊，你真正的能把这个动作做完的人还真的并不多。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啊，他一往下就感觉肚子这里面啊有一股气啊在往上撑着啊，他这个动作做起来就下不来。那怎么办呢？他就只能啊，就慢慢的硬往下去做，但是他就会发现非常的困难啊。那没有关系，我在这里告诉大家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我们只需要慢慢的啊，把身子往下弯。比如说我弯着这个点了，我下不来了，怎么办呢？把我的下巴往下，头低下来，保持住啊，就这样。正面看一下，
就这样。是不是像一个婴儿的姿势啊，蜷缩在一起啊，就这样保持住？你会发现，过一个2分钟到3分钟，它哐当一下就下来了。伴随而来的呢，可能就是你肚子当中还会咕噜咕噜啊发出一些响声。其实这些都是正常的啊。有些朋友做完了以后啊，他就会往下去喘一些气；有的朋友呢做完了以后啊，就要往厕所去跑，这些都是好事。是一种好的排他反应啊。这个动作呢，其实很简单，但是它虽然简单，带来的意义效果呢也是非常足的。我把这个动作啊就分享给大家了。我们如果说脾胃不好啊，你比如说你感觉你消化不好啊，这个肚子里面总感觉胀胀的啊，你就把这个动作啊做一做，帮助我们脾胃啊一起去加强它的运化。你会发现，当你做这个动作做了1次、2次，感觉到它的效果以后，逐渐的你就会喜欢上这个动作，然后每天晚上吃完饭以后半个小时都会把这个动作练上一遍。好了，今天这个动作就分享给大家了，大家一定要记得把这个视频收藏下来，以免以后啊想再看这个动作细节找不到，那就麻烦大了。如果感觉视频有用，记得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并且给视频点一个赞。我是大伟，在别人那里啊或许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我学习过很多养生锻炼的传统动作，但是让我感受最深刻的就是七支坐。它是道家分支当中的一个内部功法，但是因为太实用，所以很少有人外传，都是自己偷着练。我呢也是机缘巧合才通过道长的传授才学会的。这个做法好处太多，用道长的原话来说就是大提肾气，自动疏通全身的经络，并且把身体调节到一个最好的状态。今天我会把这个动作完完全全的教给大家，并且在视频的最后也会把道长多年的养生心得分享给大家。大家一定要把这个视频给收藏下来，以防以后找不到了，那么损失就非常大了。好了，我们话也不多说，直接教大家这个动作怎么去做。这个七支坐刚开始你去做会感觉有一些难，但是你只要坚持下来以后，你会发现好处多到你想不到。七支坐这个名字主要是7个点，第一个和点呢，就是我们的手心对上我们的脚心，也就是我们的劳宫对涌泉。大家看好第一个点，第2个点，那我们2个点就这样对好了。对好了以后呢，大家注意看，第3个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上面手和下面手合起来这个是第3个点。第4个、第5个点是双腿内收双腿你看一夹靠着我们的2个手臂，就是第4个点、第5个点。然后第6个点和第7个点呢，一个是在我们的一个腰部，一个是在我们的颈椎。腰部要保证尽量的是什么呢？往前去顶，然后我们的颈椎要保证尽量的往后去贴你只有腰往前顶，颈椎往后贴，才能保证这7个点的一个稳定性。好了，我们来做一下给大家看首先我们这个手这个劳宫对涌泉，双腿一合，然后呢这个腰部往上一顶，颈椎往后这个动作就完成了。然后我们尽量的是什么呢？手不要去这样抓着脚手不要抓着脚，然后人往后去这样赖不好。就是说手尽量是什么呢？靠着自然的力量去贴上去，腿呢靠着自然的力量往内夹，同时呢腰挺起来，颈椎向后，形成一定的稳定性。侧面给大家演示一下，看得会更清楚你看是把这个动作完成了以后，腿往内夹，身体这个腰往前顶，腿往内使劲夹，脖子往后。这个动作刚开始你做起来真的是会感觉特别的难而且呢特别的累，可能很多人1分钟他都坚持不了。但是呢，你坚持去做一做，你会发现我们比如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你会发现什么呢？慢慢的你会感觉那个哪里有问题的地方，它那个胀感是越明显的。然后你做一会儿会感觉那个胀感一点点变热，然后呢一点点消失，这就是这么神奇。你练着练着，你会发现很多地方的这个经络自然而然就通了，身体上的问题自然而然慢慢就没有了。它就是这么神奇，不过是它的门槛相对而言较高。我们一定要把前期的这个动作给练好，然后呢再做的时候呢，逐渐开始调整呼吸，吸气，吐气。匀速的吸，匀速的吐匀速的吸，匀速的吐。记住了，这7个点一定要始终保持相连除了我们的腰和我们的颈椎
另外5个点一定要是相连的，腰始终往前顶，颈椎始终往后，这样就完成了一个切肢坐。刚开始的时候做上30秒，慢慢的时间逐渐延长，一天做上个3到5分钟就够了。好了，我们学会了切肢坐，一定要把它作为一种内功心法。其实道家除了切肢坐，还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养生秘诀，也是道长日常养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吃黑芝麻丸。我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黑芝麻丸，大家可以把它圈出来。很多朋友不知道黑芝麻丸有多大的威力，我来告诉大家。黑芝麻丸在《神农本草经》当中就被列为滋补上品，其中有一句话就说：益力气，长肌肉，填精益髓，久服，轻身不老。用道长的话来说，黑芝麻丸长期我们去吃，有助于提肾气，强壮我们的身体。并且呢，营养也非常不错，特别是秋冬天去吃是最好不过的。其实很多老粉丝都知道，我自己呢已经吃了2年多了，最大的感觉就是身体上面更有力气了，而且头发呢也变得更加的黑亮。平常就算偶尔有些受凉，也不容易染上风寒。像我给大家分享的这个黑芝麻丸是9蒸9晒古法做出来的，工艺上面一道不减，所以呢，丸子吃到嘴里你能明显的感觉出来有浓香的芝麻味。我们日常当中一天就吃上2颗就当零食去吃，口感口味都很好，吃的也不腻人。我个人认为吃黑芝麻丸这个习惯对于养生来说是非常具备性价比的。一个呢是有营养，第二个是便于携带，第三个对于我们的肾气头发也非常的好。像现在很多人出门办事或者家里面就备上这一罐黑芝麻丸，然后你自己饿的时候平常想补充精力的时候你就把它拿出来就当成零食去吃，一天吃上2颗，口感口味都很好。所以呢，家里面备上肯定是有备无患。好了，今天咱们的视频也就分享到这里了。我是大伟，今天的动作一定要好好的练习，并且收藏下来。相信我，坚持一段时间以后，你的身体都会发生一定的变化。今天的视频到这里了，我是大伟，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肾气不足，经常感觉腰背酸乏、浑身没力气的朋友，今天我要教给你一个非常牛的动作。这个动作牛在哪里呢？它可以快速的提高我们的肾气，让你的身体变得越来越强壮，越来越精壮。同时呢，通过动作的练习，强化我们的一个后背，提高我们身体的整体的代谢，并且呢，还能加强我们大腿的力量。这个动作可以说是非常全面的。你相信我，只要你每天可以坚持练习3分钟，坚持上一个15天到20天左右，你会发现它给你带来的惊喜远比你想象的要好很多。好了，咱们今天话不多说，直接会把这个动作分享给大家。大家看完以后感觉有用的，评论区下方直接打上有用2个字，并且一定要记得把这个视频收藏下来，以免以后想要再看一遍，找不到了，那就麻烦大了。我们现在来开始讲这个动作怎么去做。这个强背提肾气的动作非常的简单。首先我们来讲一下姿势。我们第一点就是说，坐这个板凳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能一屁股把这个板凳坐实了。我们屁股单着一点板凳，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板凳你看坐一半后面留一些位置，然后呢我们把这个腿部分开，你看腿完全打开，打开到什么程度呢？你再往后打不动了就这样。腿的一个角度，你看小腿和大腿的一个夹角90度把这个姿势先做好。做好了以后呢，我们开始把我们的一个双手你看这样折叠在一起。折叠好了以后，身子往下，在这里我们可以做一个腰背部的简单热身。大家看左右手来回的摆臂。好，正常的呼吸，先来回的摆臂。我们先做一个大概30下到50下。做完了以后，你会发现后背发热，而且呢，很多朋友做的时候会感觉大腿绷得紧紧的，非常舒服。好了，当这个动作做完以后，我们怎么办呢？你看我们手往上。1、2、3、4，好，你看从侧面看一下这个动作非常经典的一个动作，腿打开，身子往前。这个时候呢，我们小腹是内收的，因为我们的动作是往前，所以呢，我们的头自然而然会往上昂一些，锻炼了我们的颈椎后侧的一些肌肉，然后往上1、2、3、4。再注意我们往上做这个抛的动作的时候后背是始终保持什么呢？绷直的你千万不能说什么一做我这个身子抬起来了，或者我身子大幅度的晃动，不行。
身子啊往前就固定，用腿支撑我们的身体啊，就要这样支撑好，然后来1、2、3、4、5、6、7啊。如果想加强我们难度的话，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手掌向上，来试一下，感觉是不一样的啊。3、4、5、6、7啊。做的时候你一定要记住啊，我们往上的时候速度可以快一些，往下降的时候呢速度稍微慢一些，保持呼吸。呼吸的话就是说我们往上，你看吐气，啊，就这样。不要小看这个动作啊，你们只要去尝试，大概去做个10下到20下左右，你会发现啊，你的心跳啊明显加速，而且后背这个地方啊特别的酸，很多地方啊都得到了强化，你能感觉到自己越做身体的力量啊就越充满越足。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动作，也可以帮我们锻炼我们的全身，提升我们的肾气，包括强化我们大腿后侧的这些经络。所以呢，今天这么好的一个动作分享给大家，大家学会了以后一定要给视频啊点个赞，同时把这么好的一个动作转发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今天的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了，我是大伟，没有关注的记得一定要关注我一波，在这里啊你能学会到更多的一些非常好、非常实用的养生小技巧。我是大伟，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很多朋友到了中年以后啊，都会有一个共识，发现自己的身体啊是大不如前的。年轻的时候啊，肾气足，精力旺，而且耐力又特别的好。再一看现在啊，这个身体的身材啊、体态啊，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很多朋友啊，他每年都会去做体检，要不就是单位组织的，要不就自发过去的。那么体检报道一拿到手以后啊，发现上面亮起了很多的红灯，这些其实都在提示你啊，你的身体要去进行养护了。说到养护啊，我一定要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的传统的道家经典动作，是什么呢？就是提肛啊。提肛都听过，但是有一句话很少有朋友知道是什么呢？叫做日搓古道100遍，身体强，力气长。什么意思呢？就是每天啊去提肛100次，它能让我们的身体啊变得更强壮啊，不容易衰老，体质变得更好。为什么提肛能带来这么大的好处呢？其实啊，提肛它就是一种运动，通过我们内部的一个往上提，我们说啊叫做提内气，内气足了以后呢，人就有劲。第二个呢，通过提肛促进我们里面的五脏啊，进行一个更好的帮助五脏的一个运化。还有一个非常的重要啊，就是人到老了以后啊，咱们很多地方啊都会往下沉，那么底下兜底的呢，就是我们常听的叫做盆底肌，经常去提肛，刺激我们的一个盆底肌，就能够让我们里面啊往上去提，而且呢，下面这个兜底的地方啊也会变得更加的紧。那么今天啊，我来教大家怎么样去做好提肛啊，真正的把提肛做好。其实提肛这个运动啊是非常有讲究的，如果呢你没有把握到里面的一些细节，那么你做起来啊感觉也不会那么的好。今天这个内容大家一定要跟着我一起做，做完以后感觉身体上面有帮助的，一定要在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好了，我现在啊来把这个动作教给大家。那么说到提肛这个动作啊，咱们讲究3力合一，是哪3种力呢？我们一个一个来说啊。首先第一个力啊，就是我们前点的这个力，这个力啊非常的重要。你如何去找到呢？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我们在憋尿的时候那种感觉啊，这种感觉啊就是我们前点的一个力啊，就是要把前面的点啊往里面去夹。第二个点呢，就是我们的后点，后点是哪呢？就是我们的肛处啊，就是你要想象一下啊，我们把我们的肛往上去提，在提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啊，在提肛的时候会调动我们的一个臀部，所以呢，我在进行提肛的时候，你看啊，我的头会往上去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臀大肌啊在发力，所以呢，你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你的头会往上动啊。那么我们有个专业的话啊，这个叫做弹臀啊。那么第3个力是哪里呢？第3个力啊，就是我们小腹的力，小腹要往内收啊，往上提。把这3个力啊去掌握好了，你才能做好这个提肛的动作。那么我们再来讲一下，大家可以看我手上的姿势啊，这个呢是正常放松的一个手上的一个间距。那么我们在做的时候一定要想象什么呢？你看，来前点和后点啊一起发力，你看身体啊会往上看，发力了以后呢，我们的小腹啊，你看往内收拢啊，然后感觉把气啊往上去提，好。
这个时候呢，你一般做3到5秒钟，你会感觉特别的累。很多朋友啊，因为长期啊，他处于一个不当的姿势啊，久坐或者瘫坐在那里，那么这个时候会造成什么呢？我们的下面啊，就是我们的盆底肌这一块啊是没有什么力量的，同时呢，他的肚子啊特别的大，就会导致他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他找不到这种感觉。没有关系，我们现在啊把眼睛闭起来。闭起来以后呢，你去寻找一种感觉。第一个啊是憋尿的感觉，第二个啊是提肛啊，把我们的肛周啊把它夹紧。第三个呢是小腹内收。我们一个一个来，听我的口令，我们一起来做。眼睛闭上，然后来我们寻找憋尿的感觉。然后呢，第二步去寻找啊提肛的感觉啊，找到这个力就不要松了，一直要把它保持住。你看提肛啊憋尿，然后最后呢小腹内收往上提。好，保持3到5秒钟，好，放松啊。这个呢就是一个啊，你别小看这一个动作啊，一个动作啊就是保持在一个巅峰收缩状态的3秒钟，你会感觉这个动作给你的整个腹部啊会带来很大的一个刺激啊。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去做3到5个，你尝试一下啊，来走1，好，下来吐气，来2。好，下来吐气，来3。好，下来吐气啊。我们记住啊，一个口诀就是3力合一，一定要把这3个力找到了以后，你才能把这个动作啊完美的展现出来。这个时候呢，它才会给你身体啊带来最大的一个效果的刺激。好了，今天这个动作啊分享给大家，我建议大家每天刚开始练习的时候，10个到15个为一组。早上做个2、3组，晚上睡觉的时候做个2、3组啊！你只要坚持半个月到1个月，你会发现它给你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好了，今天的视频啊，我就分享到这里了。大家一定要把这个视频的内容收藏下来啊，以免以后找不到了。最好呢是每天打开这个视频啊，跟着我的口号一起去练。这样的话呢，在我的带动下，你们慢慢的就能找到这样的感觉。我是大为，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